大家好，我是小小，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哟。小小看到今天这一集的剧本，真的觉得这段历史简直比宫斗剧还要惊心动魄耶，所以这一集理所当然的又是小小配音哦。还有，在故事开始前，请记得一定要先帮小小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谢谢大家了。第3章，弱者外交与吉祥事件。前言：从巅峰跌落的帝国。在上一集我们提到了17世纪的鄂图曼帝国陷入了疯狂的卡迪扎德里运动的宗教内耗。这场由极端保守派教士挑起的街头暴动，最终在西元1656年迎来了残酷的收尾。当时帝国启用了一代铁血宰相大维齐尔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帕夏。这位务实的政治强人深知，任由这群极端分子在首都煽动暴乱，只会彻底瓦解国家的统治根基。于是，他以雷霆手段逮捕了卡迪扎德里派的领袖们，并将他们通通流放到塞浦路斯岛，从政治上彻底粉碎了这股原教旨主义势力，真的超级霸气耶！然而，虽然政治暴乱被平息了，但这场长达数10年的内耗，却让帝国的思想氛围走向了不可逆转的保守与僵化。当历史的巨轮无情地驶进18与19世纪，僵化落后的鄂图曼帝国开始面临来自北方新兴强权俄罗斯帝国的降维打击。在这个内忧外患的垂死边缘，鄂图曼的统治者们为了求生，展开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改革。他们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将哈里发这个神圣头衔重新包装，当作抗衡西方列强的外交筹码；另一方面，为了推动现代化改革，苏丹甚至不惜将屠刀对准自己人，用大炮血洗了帝国曾经的立国基石。今天这一集，小小就用历史解密的方式，带大家从财政、军事与国际博弈的角度，来拆解这支欧洲病夫在步入现代化之前的2次关键挣扎哟。第一部分，北方女皇的野心。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与暖水港战略。时间进入了18世纪，北方的俄罗斯帝国经历了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国力迅速膨胀。到了18世纪中叶，俄罗斯迎来了历史上最具野心的女皇叶卡捷琳娜2世 Catherine the Great， 大家也常叫她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一位女皇直接盯上了日落西山的鄂图曼帝国，她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夺取黑海控制权，寻求进入地中海的暖水港通道。为此，俄罗斯甚至制定了野心勃勃的希腊计划，企图彻底消灭鄂图曼帝国，在伊斯坦堡重新恢复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野心真的是超级大呢。西元1768年，第5次俄土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鄂图曼来说是一场全面性的军事灾难。在陆战中，俄军在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现代的罗马尼亚）大败鄂图曼陆军。在海战中更惨，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竟然绕过整个欧洲，在切什梅海战中将鄂图曼帝国的主力海军一把火烧的全军覆没。屈辱的条约与笼子里走出来的苏丹。西元1774年，惨败的鄂图曼帝国被迫与俄罗斯签署了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此时在位签字的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 Abdul Hamid I。小小偷偷告诉大家，这位可怜的苏丹在即位前，因为帝国残酷的皇位继承防范制度，竟然被关在后宫被称为笼子 Caves 的密室里长达43年。天啊，几乎根本与世隔绝，完全缺乏政治与军事常识。当他被放出来继位时，面对的却是一个战败破产、割地赔款的超大烂摊子，这样悲惨的命运恐怕还不如一般的老百姓呢。根据条约，鄂图曼必须放弃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的统治权，也就是现代黑海北岸。目前处于俄乌冲突焦点的克里米亚，由俄罗斯扶植其独立，并在9年后被俄罗斯正式吞并。大家要知道，这是帝国历史上首次将大片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领土割让给基督教国家，对帝国的宗教合法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苏丹的外交反击战，将哈里发包装成政治武器。
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巨大的军事劣势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手下的外交官们却利用极高明的谈判手腕，帮帝国挽回了一点尊严呢。既然克里米亚的政治统治权保不住了，鄂图曼外交官在条约第3条中历史性地写入了一项条款：苏丹作为全球穆斯林的哈里发，依然是克里米亚穆斯林的精神与宗教最高领袖。哇，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也。在伊斯兰传统中，哈里发本质上是政教合一的世俗兼宗教领袖，实权管辖到哪里，哈里发的权威就到哪里。但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首次将这个头衔去领土化，将其包装成像罗马教宗一样的纯粹精神领袖。他等于告诉俄罗斯女皇，哼，在世俗政治上，克里米亚归你，但在灵魂与信仰上，他们依然是我的子民啦。这个原本是用来遮羞的妥协，在后续的历史中却发挥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作用哦。到了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对中东的全面瓜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Abdul Hamid II 将这个全球精神哈里发的牌子发挥到了极致。他发动泛伊斯兰主义 Pan-Islamism， 向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法国统治下的北非穆斯林输出影响力，直接警告西方列强，如果敢消灭鄂图曼，人家就以哈里发之名，发动全球数亿穆斯林在你们的殖民地发动圣战。哇，这招防御手段真的超聪明的。这层顾虑就成了弱化版鄂图曼在列强夹缝中苟延残喘数10年的最强护身符了呢。第二部分，1826年吉祥事件。19世纪初的西风东渐与西方黑科技的降维打击。然而，虚张声势的精神头衔无法阻挡西方工业革命后的钢铁与火药。进入19世纪初，帝国遭到了更惨烈的降维打击。首先是拿破仑入侵埃及。西元1798年，法国将领拿破仑率领现代化法军入侵鄂图曼帝国的埃及行省，用现代化的步兵方阵与火炮彻底摧毁了当地的传统马穆鲁克骑兵。再来是希腊独立战争与纳瓦里诺惨剧。西元1821年，希腊爆发反抗鄂图曼统治的独立战争，大英帝国、法国与俄罗斯联手介入。在西元1827年的纳瓦里诺海战，位于希腊西南海岸中，英法俄的蒸汽与风帆混合舰队用现代化的膛线火炮与战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将鄂图曼与埃及的联合木质帆船海军彻底送入了海底，在当时完全是黑科技的降维打击。这场战役让帝国高层彻底清醒，如果不建立一支完全西式、近代化的陆海军，帝国的灭亡就在眼前。而现代化改革最大的阻碍，就是那群早已腐败却手握特权的旧军事贵族耶尼切里军团，也就是恶名昭彰的土耳其新军。马哈茂德二世的致命大牌，18年的隐忍与布局。西元1808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 Mahmud II 即位。这位苏丹可是一位手腕高超又能折服隐忍的中兴帝王呢。他的前任苏丹塞利姆三世 Selim III就是因为尝试建立一支欧式新军，结果被愤怒的新军罢黜，还在后宫被活活勒死。亲眼目睹这一切的马哈茂德二世深知，要干掉这个伟大不掉的利益集团，绝不能操之过急。于是，他展开了长达18年的隐忍与战略布局，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首先，他慢慢将新军中的亲信将领调往边疆，并用重金和官位收买，分化新军内部的中层军官，瓦解同盟。接着，他花费10几年的时间，积极拉拢帝国的最高宗教领袖谢赫伊斯兰以及主流的逊尼派乌里马，也就是教士阶层。这群新军平日里不务正业，在首都伊斯坦堡敲诈勒索、纵火抢劫，教士集团早就对他们深恶痛绝。马哈茂德二世成功与神职人员达成同盟，确保未来动手时能获得宗教的合法性背书。最后，苏丹在伊斯坦堡的郊区隐秘军营中，以消防队和宫廷卫队为掩护，暗中聘请了来自法国与英国的退役军官，秘密训练了一支装备现代欧式步枪与轻型野战炮的精锐部队。穆罕默德常胜军的舆论战。西元1826年6月，
马哈茂德二世觉得时机成熟，他正式颁布法令，要求从新军中挑选士兵，接受西式新军的操练。果不其然，感到特权受损的新军当即发动叛乱，他们像往常一样推翻了大锅，这是新军叛乱的传统仪式。聚集在首都的阿特美丹广场，位于现代伊斯坦堡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叫嚣着要苏丹交出改革官员的脑袋。但这一次，苏丹早就设下陷阱了。他立刻请出先知的圣旗，号召全伊斯坦堡市民与忠诚的教士站出来保卫国家。同时，苏丹给这支秘密新军起了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名字——阿萨基里·曼苏雷·穆罕默德 （Asakiri Mansuri Mohammadai）， 意思就是穆罕默德的常胜军。这个命名堪称神来之笔也。新军一向自命为伊斯兰的守护者，但苏丹直接将自己的西式新军冠以先知穆罕默德之名。在舆论和宗教道德制高点上，直接将叛乱的新军打成了反对先知的一端。随后，苏丹的秘密新军用现代化火炮封锁了阿特美丹广场，调转炮口对准新军营房进行饱和轰炸。在漫天炮火与大火中，上万名新军被当场炸死或烧死。新军军团被正式宣布解散。这个盘踞帝国400年的寄生虫集团，在一夜之间被物理抹杀，真是令人拍案叫绝。这场血腥的清洗，在帝国官方历史上被美化为吉祥事件 Waqai-Herat。老实说，这名字起得还真不错。第三部分，斩草除根，清洗拜克塔什教团与凯莫尔的启示录。马哈茂德二世的冷酷手段并未停留在军事层面，他深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道理，摧毁了新军的肉体，就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与经济命脉。这个金主就是我们在第1章详细介绍过的拜克塔什教团哦。作为新军的精神导师，拜克塔什教团在数百年的时光中，透过瓦克夫，也就是宗教信托基金系统，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他们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堡以及巴尔干行省现代的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占有海量的免税土地、磨坊、客栈与商铺。这笔庞大的资金源源不绝地为叛乱的新军提供财政支持，形成了一个中央根本无法监管的国中之国。在吉祥事件爆发后，马哈茂德二世随即宣布拜克塔什教团为非法组织。财产充公，苏丹派遣军队查禁了该教团位于全国的道堂，查封并没收了他们所有的瓦克夫地产与财富，将其强行收归国有，用以资助新式军队的建设。肉体清洗，教团的高层长老被悉数逮捕，送上绞刑架或流放到偏远行省，完全的斩草除根。这场同时针对特权军事集团与免税宗教教团的双重清洗，重新确立了中央政府对国家财政、宗教与军事的绝对控制权。历史的回响给未来凯莫尔的狂人启示。这场发生在1826年的吉祥事件，给了100年后现代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莫尔极其深刻的历史启示哦。青年时期的凯莫尔作为陆军军官，深度研读了这段历史。他从马哈茂德二世的手段中学到了一个冷酷的真理：在老大帝国进行现代化改革，任何温和妥协和半吊子改良都注定失败。旧体制的根基如果不用暴力彻底连根拔起，它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温度下重新复活。马哈茂德二世血洗新军，取缔拜克塔什教团的剧本，到了凯莫尔时成为了超强进阶版。小小告诉大家，如果马哈茂德二世可以用大炮消灭不听话的新军与不顺从的教团，那么100年后的凯莫尔就敢用法律与刺刀，直接废除具有1000年历史的哈里发制度，彻底关闭全国所有的苏菲道堂，并将所有的伊斯兰信仰强行锁进国家行政机器的笼子里。哇，这股狠劲真的是超级爆表也，真是帅呆了。结语：断尾求生的代价与下集预告。回顾18至19世纪的这段历史，鄂图曼帝国为了在西方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采取了极端的断尾求生策略。他
他们对外把哈里发当作外交防御的精神空壳，对内则用现代化大炮亲手轰碎了自己当初赖以起家的包容性制度、精锐军队与宗教交团。中央集权虽然达成了，新式军队也初步建立，但这种用暴力强行割裂历史脉络的现代化变革，真的能挽救这个步入暮年的大帝国吗？当历史迈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即将点燃，这只陷入现代化挣扎的伊斯兰巨兽将迎来一场决定其生死存亡的终极豪赌。下一集，我们将进入第4章，一战惨败与绝地反击的独立战争。看看这个垂死的帝国是如何在协约国黑科技的降维打击下被肢解到只剩一口气，而战神凯莫尔又是如何利用国际博弈与精准平衡策略，完成一场历史上最惊人的超级大逆袭。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小小今天带来的硬核历史，请一定要帮人家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我们下集见咯，拜拜。